第三格变式。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第一格变式、第二格变式，对吧？你可以把这个格变式理解为就是这个动词变化的词形的规则，就像英文里面的一样它有不同的变化规则。那前面我们讲的是比较常见的两种变化规则，那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三种格变式变化规则。好，那在我们的这个课本的解经亮光里面呢，它特别提到一个短语讲到上帝的超越性那么对，就是讲到说这个 hologos to theou 就是指神的这个道嘛。那 hologos to theou 呢，它更多是强调的是神超自然的这种理性是就是说他来创造这个宇宙它有它超自然的智慧那 hologos to theou 呢，它更多就是强调我们跟神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别，离我们很遥远的但是呢这个神在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约翰一书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讲到hologos sarkos 呢就是指这个肉身ageneto 就是成为了肉身在我们中间。那这个sarkos 呢，它其实是指属地的就指人的情感抉择人类的历史等等。所以这个里面这个 hologos 呢，它竟然成为了肉身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来神是为了来拯救我们所以logos 跟这个 sarkos 的这两个联系到一起其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就表明说神他虽然是超越的，他是高高在上的，但同时他也临在我们当中那他爱我们那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很不一样的那保罗用的 sarkos 跟约翰用的又不大一样在同一个字在这里呢约翰用的这个词呢更多就是指我们属地的这个，但保罗用这个 sarkos 更多他讲肉体讲到那些情欲什么的所以一个字呢它不同的作者用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隐含的意思呢也不大一样就这个字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中性的词，看你怎么用它。你想就是说这个用负面的也行，用正面的也都可以就像讲到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世界cosmos 这个词一样之前有跟大家提过，这个词它可以用在就是指这个世界呢，或者指世人神爱世人，就是这个 cosmos。但同时它也可以指不好的就是你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就我们里面了，是吧？就是不要让我们爱世界。但是同时讲到上帝爱世人的时候，又是用了同样的一个字 cosmos 所以这个字本身呢，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褒义还是贬义，那这个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来看所以并不是说你看到这个词一旦用这个字了就知道就说它是好的或者是它不好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希腊文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来讲第三格变式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这个最后一种变法第三格变式，就是以子音为结尾的字干，它都是遵照第三种变化的方法那么我们也会把名词的所有的规则，总共8个规则都跟大家讲包括这个格字尾的变化包括我们会讲三一方块等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格变式跟第二格变式它们变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时候用第一格变式，什么时候用第二格变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格变式是以什么样的就是说是以什么为结尾的字干，我们用第一格变式 R 和 A， 对，我们是指阿尔法跟 eta 是吧，那个是第一格变式。第二格变式呢第二个变式就是 omicron 是不是？对，是的。那所以你看它以什么
这个母音结尾，你就知道啊 alpha eta 就是第一个变式，按照第一套标准背诵啊。那个 omicron 就是第二套个变式啊。那子音呢？那这三个都是母音嘛，对吧？那如果是以子音结尾的，那就是要用到第三个变式啊。所以子音它这个也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它不影响那个字的意思，只是因为它的这个变化的字尾不一样啊，导致它的形式不一样，但是它的意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就不会影响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影响它的字形啊。所以我们讲第三格变式呢，就是以子音为结尾的这样的一个字。那比如说这个举个这个例子哈，比如刚刚我们讲这个 sarcus 哈，就是讲这个肉体嘛，刚刚这个字是吧？你看它呢这个字干这个是 kappa 结尾的嘛，是一个这个子音嘛，对吧？所以呢它在变化的时候它等一会儿我们会看那个整个的这个字尾就是又要背这个各字尾的变化它这里面加上 on 就sarcon那刚刚讲了这个 sarcus sarcus 呢是因为它这个 kappa k 跟这个 sigma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科和四它俩其实就你读的时候就科斯嘛，其实它就变成了这个科西它就变成了这个缩合到一起了发音就是科斯所以后面我们会让大家看它的一个变化表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好跟第一个变式、第二个变式非常不同嘛，对吧？但其实因为它会有一些情况，像这种的缩合那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字音。你看说，这个 sigma 怎么没有了那有些时候是这个原因那所以它在变化的时候容易产生这种缩合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改变，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把它认出来你就要把它还原出来。好吧，这个就像我们讲，比如讲那个 logos 一样 ，logos 第二个变式它是 logo 嘛，对吧 ？logo 它是 omicron 结尾嘛，对吧？那它如果主格阳性格字尾就是加 s 嘛，对吧 ？logos 嘛，那是没有问题 ，os 就是 logos。但是这个里面加 s 的时候呢，加 sigma 的时候，那个克斯就合到一起有缩合变成了 c， 那这个 c。看起来就很奇怪就觉得这个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中间有个过程变过来的看起来跟 logos 是完全不一样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它跟这个子音缩合到一起了好，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理解好，我们第三格变式呢它这个它有些部分跟第一和第二个变式的字尾呢是同样的但是呢有一些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就说你首先也要背真正的字尾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也会把母音加进去嘛，对吧？这样好发音嘛但是有时候母音加进去之后呢，它如果产生的这种缩合，你容易就是辨认不出来所以你还是要把真正的那个字尾是什么，也要把它这个了解清楚还是强调一点，就是不管它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个变式，它只是影响字形，它不影响它的这个意思好吧？好，所以那你说我们在背单词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就是说你看这个单词你不知道它怎么来的，那我们一般在背单词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也会把这个就是这个字干它的这个形式把它记下来所以我们一般我们背的时候就是把单数的所有格字形跟字典形一起背下来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比较容易。比如说你背这个sarcus 对吧？你背这个 sarcus， 那你背 sarcus 的呢，其实你还要背这个它的所有格就是sarcos 那这个有个 os 的时候你就能够很清楚的把那个 kappa 就还原出来了sarcos 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了背诵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单数所有格和字典形一起背这个 sarcos hey 就那这个冠词表明它是阴性的嘛
sarcus， 那 sarcos 那这个所有格 os 哈，你看这个kappa 就出来了嘛，是吧？它的这个枝干就是sarc 啊。那么这个单数主格就是 sigma 哈，这个的变化也发生在这个复数的间接受格里面，当然是一样的，因为复数的间接受格的格子尾这个 c 也是以 sigma 开始的对吧？这个是 sigma， 这都是 sigma， 所以它俩都会缩合一个加 s 就是 sarcus， 一个加c 还有 iota， 这就变成了 sarc 所以都是这个 c 就这个 kappa 跟 sigma 就会缩合成这个 c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这个复数的间接受格它跟单数的主格是一样的，都会有这种缩合的情况，就有可能会有这种缩合的情况。还有呢有时候呢那个这个后面如果加这个 sigma 的时候呢，加这个字尾的时候呢，如果它的那个枝干的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子音是 new 那 new 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失去所以第三格变式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它因为是子音结尾的嘛，所以有些时候它的子音变化就比较特殊，不像母音，不像第一和第二格变式，它母音基本上不怎么动的你就比较清楚的能够分辨出来。但第三格变式它的子音呢容易就是出现刚才我们讲比如缩合，还有一种就是失去，比如说这个 new 那它加上 sigma 的时候这就没了直接就 tis 那这个是也加这个跟刚才那一样了，可是这个sigma 加 iota 的时候也是就是 tc 所以这个 new 有可能会失去。那你看到那个词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它这个单词的字根这个枝干到底是什么呢可能你就就是你要知道它有可能会失去一个 new 所以这是你要能把它还原出来那它是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tau 呢，它后面加这个 sigma 的时候，它也会失去所以 sigma 所以这个 tau 跟这个 new 都有可能会失去所以你看这个 onomat 这个 t 跟 c 它就不是 ts， 它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想这个 n 跟 s 放在一块没办法发音，对吧 ？tins 是吧 ？tins 这个就很奇怪嘛，它直接就变成 tis 了这个 tau t 加 s 也是 tis tus 这两个也不好发音所以这就直接把这个 t 给省略了，就是变成了nomacy nomacy 而不是nomacy所以这个也是如果它如果不加它这个格子尾是不加格子尾的时候，它这个 tau 也会省去所以这就是大家要就是说除了这几种情况之外其他的变化呢基本上跟第一格变式第二格变式都差不太多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格变式最大的一个变化的地方就是它有可能会产生缩合，有可能会失去一个子音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发音的缘故它这样更好发音所以希腊文呢它只有这三种格变式，你只要把这三种格变式学会了，基本上你所有的新约里面的这个名词变化形式你都能够了解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格子尾的变化表好，那这个格子尾的变化表嘛，其实你等于我们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又是这个 sarcus 嘛 sarcus 其实只有3个格子尾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其他的都是很像，都一样的然后我们也把这个 logos 和graphe 这一个就是一个第一一个第二格变式来做一个对比你看看第一格变式、第二格变式还是第三格变式它的一个差别是什么这样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辨认那我把它标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字尾了
啊，这是它的字尾。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sarcus， 好 sarcus 呢，因为这个加 sigma 的时候，它俩会缩合，对吧？变成了 c sarcus 啊 sarcus 啊，就变成了 sarcus 啊。那这是主格啊 sarcus 就是主格单数 ，logos 这是主格单数 ，graphe 哈这是主格单数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哈。所有格是加 os 好 omicron sigma os sarcos 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是 logu 和graphes 啊。然后呢间接受格呢就是加这个 uta 好，那它其实第一和第二这个里面是滴血 uta 是吧？其实都是加 uta， 只不过一个是滴血，一个不是滴血 uta。好，那么直接受格的单数这是加 alpha 好 sarca， 那这个是都是加了 new 哈，那这个是跟第一、第二不一样的格字尾了哈。这第三格变式的格字尾就是 alpha 了啊，第一、第二这是加的是 new 好，这个是有点不大一样，对吧？主格复数啊，主格复数也不一样哈。那这是加的这个 s 哈 sarcas 啊 sarcas， 那这个是 logoi 啊 grapha 哈，是吧？这个不一样，这个你要单独记它啊，所以这两个都不一样。那这个所有格的复数都是一样，都还是加 on 是吧？这个是第一、第二都是一样的啊。好，然后复数间接受格的复数啊，那 sarcasy 啊 sarcasy 呢，它其实跟第一和第二格变式是相反的啊，就是它这里带了一个可移动的这个 new， 是不是？因为它是 sigma 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单数主格看到这个变成的可 c 在这里也出现了啊，变成可 c 啊，那这也是就是第三格变式比较特殊的最后一个呢sarcas sarcas 呢这个 us 跟这个第一和第二格变式的都不大一样所以这个是有些是一样的，像所有格复数对吧？像这个滴血 uta 加这个 uta 的其实这个第一个也是一样，加这个 omicron， 这个 omicron 跟那个两个 omicron 它其实是缩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这个 upsilon 是吧？好，那其他的话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是第三格变式的一个词性的变化情况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你好，麻烦我想问一下，你好。那么在这地方，它的就是只有是间接受格的单数的时候，那么呢，第二、第三个就是最后两个下面才有滴血，其他没有滴血吗？对，那第三格变式它是没有滴血它这个滴血它是都在母音里面滴血的，你看到没有？子音下面没办法滴血因为 uta 本来这个就对，所以它只能写在母音下面。所以其实就有三个新的字尾，对吧？这个 os， 然后呢 r， 还有这个 s， 对不对？当然还有另外两个是类似的这个 sin 和这个 us 是有点差别。那其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了，基本上是吧？不就是第三格变式，它是有三个字尾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这两个呢是有点像其他的就是一样，大概你这只能把它就记下来。好，我们来读吧那这个呢前面是字尾加这个字干加上这个字尾，然后最后把它变成这个最终的我们就读这个最终的然后我们把它一个一个这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只读第三格变式的这个 sarcas， 好吧？
好，我来读一遍，大家读一遍啊。Sarcus， 啊 ，Sarcos， Sarchy， Sarcas， Sarcom， Sarcasy， Sarcas， 有两个特别的这个字哈，就是一个是疑问代名词啊，就是谁啊，还有一个是不定代名词，就是任何人。这两个呢，为什么把它单独挑出来了？因为你看它长得很像嘛，是吧？就是怕大家把它搞混了哈，所以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啊，然后大家去背它啊。那么这个疑问词，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问句，就是问，比如他是谁，对吧？啊，这个人是谁或怎么样啊 ？Who， 对吧？那不定代名词呢，是指 anyone 哈，任何人啊，或者 someone 或怎么样啊？那他俩为什么容易搞混？因为他俩都源自于同一个字根 tin 哈 ，trin 哈啊。那而且它的阳性跟阴性的这个字形是完全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那个重音啊。所以它的重音我们之前有讲，有同学问那个重音哈，所以这里重音的它的特点就出现了哈，就是这个重音会影响它的意思了，有没有重音，那这个意思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它这个阳音中呢，它都是属于第三格变式的啊。那我们这个红色的就也是第三格变式的字尾哈，也相当于再熟悉一下字尾哈啊。那么带有 sigma 的时候啊 ，trin 嘛，这个 new 哈是吧？它遇到 sigma 的时候，这个 new 不就没了嘛？啊，就这个 new 不就没了嘛，对吧？所以主格单数这个 new 没了，然后所有格的复数这个 new 也没了，啊不是，间接受格复数啊，这个new 也没有了，对吧？啊，所以这两个 new 都没有了。好，所以我们来看啊，疑问代名词，你会发现它就是有这个重音，对吧？ tis， 所以一般它因为是一个问句啊，所以你读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它有个重音哈，在这里tis 它就是一个好像就像我们问谁嘛，谁哈，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好像中文的第二声一样哈，它是一个疑问句啊。如果没有重音就 tis 啊，这个 tis 这个是 tis， 就是这样读就好了。然后其他这个里面也都是一样，它都是在 t 这个 iota 上面都有重音，是吧？你就能用这个重音来判断或者 t 啊，这个也是哈，这个只要有在 iota 上面有个重音的，你就知道它是疑问代名词是谁。如果在 iota 上没有重音，它的重音是在后面的哈，那就表明它不是一个疑问代名词，它就是一个不定代名词。好，关于这个当然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先竖着读一遍，然后再横着读一遍，你对比一下，好吧？我们先读前面就这样竖着一溜的读，好吧？这是tis tinos tini tina tines tino tissing tinas 接下来这个中性的哈 tinos tini这还是 t tina tino tissing
teasing Tina Tina。 好，那不定代名词的任何人啊，先读这个主格单数啊 tease Tinos Tini Tina Tines Tinon Tissin Tinas 中性的 Tinos Tini Tina Tinon Tissin Tina。 好，我们合着读一遍啊，合着我们可以4个一起这样读哈，我们感受一下。对 ，tease T Tinos Tini Tina Tina Tines Tina Tinon Tissin 最后一个 Tinas Tina。 好，这个大家没什么问题。这个你只要能辨认就行了，我也不是要求你要把它背下来，就是说你在看句子的时候，别给它搞混了啊，到底是一个疑问句呢，还是只是一个不定代名词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出现比较多的一个字啊，这个就是 his， 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啊，一个。那它的这个字干呢是 hen 啊，那它有点不大一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阴性的这个是第一个变式啊，是 mia 所以这个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啊。那它就是说混到一起的，它有第三个变式，也有阴性的时候用的却是第一个变式。然后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字根啊，就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要，那当然这个本来是有这个这个 new 嘛，对吧？那在主格单数的时候跟 sigma 的第三格变式的，它就失去了嘛啊，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好，所以是这样。那复数这个就没有复数，因为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所以这个词不可能有复数的啊，是吧？它因为它就是一的意思，一个的意思哈，所以它没有复数的一个变化，只有单数的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阳性跟阴性，而阳性跟中性是第三个变式，阴性是第一个变式，而且字根不一样所以那这个加 sigma 哈，它就 new 失去了，就直接变成这个 s， 就是 his 就是它主格单数 his。He knows, he need, he not 所以这个字呢，阳性跟中性它都有一个气号，你看到没有这个它就会让你能够区分这个是那个介词呢，还是说是那个 is 还是这个 n 那个，因为那个介词那个 is 那当然这个是 his 那当然是不一样。那个介词那个是 n， 这个是 hen 所以这个气号这个让你能够
不要把跟那个介词给搞混了。这个中性的就是 hen, he knows, he knee, hen 这没什么问题。它比较特别的就是阴性阴性的这个采用第一个变式 mia 所以这是 mia, mias, mia 这重音在后面mias, mia 还有这个 mian 好，那我们也一起读一读吧，好吧his, he knows, he knee, he not, 你再读中性的hen, he knows, he knee, hen 再读阴性的 mia, mias, mia, mian 所以你看它阿尔法嘛，所以是第一个变式滴血犹他在这是第三个变式。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字好，我们把这个 pass 这个 pass 呢，它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它的这里看了它的阳性跟中性都是第三个变式嘛，对吧？然后它的阴性是采用第一个变式，所以它阴性的这个字干的这个字尾是阿尔法passa 所以它是阿尔法，它是用第一个变式的。然后阳性跟中性它是这个 tau 结尾的part part， 所以它是有个 tau 在这，所以它是用它是子音结尾了，所以它是用这个第三个变式。所以这个的话是指 pass 就是指所有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它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词我们所以要把它列出来，就单独列出来让大家来记的那我把字尾也都标红了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变式的字尾，这个是没问题然后是第一个变式的字尾。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这个它也可以做名词用它是形容词，就所有的但是如果它做名词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变成就是所有的人或所有的事，大概是这样或者每一个你翻译为每一个也行这个词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它比较独特，而且它出现的次数很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好吧？好，那因为它是这个套这第三个变式的这个主格单数嘛，加 sigma 的时候它就省略了而且它省略还不止省略一个你还记得我们讲这个 new 也要省略，套也省略，所以它这两个都省略掉了，所以只变成 pass 了是吧？这两个都省略了。好，这它比较独特的地方那我们一起来读的pass pantos 重音在后面 pantos 我这个地方写错了，这是 party panti panta pantes panton passing pantas 再看它中性的第三个变式的pan pantos panti pan panta
，panta， panton， panton， 我这个好像少一个那个，少个 new， 这是少了个 new， 对吧？panton 啊 ，panton， passing panta， 好，然后它的阴性呢是 passa 啊，是这个字根啊，这个字干是 passes， passon，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气号啊，没有重音才对，这只有一个重音，它搞两个重音。我现在这个输入法还没有，算了，是 alpha。我这个输入法没有那个希腊文的输入法了，我之前换了电脑。我看，我把它复制过来。这passon 啊 ，passas 啊，这个是 passas， 好。老师，它的字典型是哪一个？它的字典型就是那个阳性第一个主格单字的字典型嘛？对，我们都是字典型都是主格单数，但是它的字根这个变化比较大，所以说容易就是认不出来，所以这个比较独特。它的那个字干是 punt 啊，是这个字干。那这两个加上 sigma 之后，这两个都省略掉，是吧？所以你看它跟这个间接受格复数，这个都是这个 new 跟这个 tau 都没了。pass 啊，它就是一个形容词嘛，可以做名词用。翻译的时候就是做名词的时候就加上人或者事情啊。比如说 pass whole anthropos 啊，whole anthropos 就是指人嘛 ，pass 就是指每个人啊 ，every man 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好，我们后面会讲这个形容词的几个分类，这里简单提一下。形容词的格变式可以分为4个基本的类型，这个就是就是看它要按照哪一个格变式来变啊，包括阳性、阴性哈，就是那么我们之前有学过的就是这个212哈，这个有学过对吧？这大部分都是这个 agathos， 我们之前学那个 agathos 的时候是吧？那这个阳性、中性是第2个变式，阴性第1个变式。还有学过22好像也学过这个aionios 这个永远的、永恒的，这个也学过了是吧？那我们今天学的第3个变式，所以又加了2个，就是313和这个33。313的话就是它阳性、中性是第3个变式，阴性是第1个变式。刚才我们讲那个 passa 和 pan 这个都是313的这个变化模式。33的话就这个 t 这个就是它两个都是就是阳性、阴性、中性都是用第3个变式这个没什么哈。所以我们那个变化表的时候上面都会写的哈，这是313这个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它是按照哪个格变式，那就根据那个格变式的字尾来变就行了。那么冠词的话呢，就是要注意2个情况，就是说希腊文的冠词它不像英文里面的定冠词那么带有那种指示性的它是比较一个弱的指示词那它可以指示这个那个这个或者是那个人或怎么样
或者是人称代名词，这得看上下文啊。所以有几个是比较常用的比如这个 whole day 它经常放在这个句子的这个开头啊。那 whole day 呢，这个 whole 它这个冠词嘛 ，day 这个是我们讲的像一个后置词一样的。那它呢通常就是表明就是但是那个或者但是它那我们一般就是翻译英文就是翻译 but he 就是这样opposite 就是他在我后面来了，但那当然我们这中文里面讲的那就是指他嘛，是吧？就是变成一个指示人称代名词。那英文里面就直接就是 he he who but he who 就行了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冠词在这里并没有翻译为定冠词 the 对吧？反正我们中文有点感觉像翻译为这个定冠词the 对吧？英文里面就是 but he 就行了，而不是翻译这个 the 这是它的一个用法。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在介词片语的前面会有一个冠词介词片语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ente oiki 就是在这个屋子里的在这个屋子里嘛就是 in the house 嘛，这是一个介词的一个片语是吧？那它前面有一个冠词twice。那这个 twice 呢，英文里面它翻译就是直接翻译为 who are 就行了就是有点类似于一个之前我们讲的那个冠词、名词、冠词、修饰词的一个结构是吧？它好像就是说整个这个介词片语其实都是修饰这个 twice， 大概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个修饰的词呢是一个介词短语而已所以我们这个 twice 就不是把它翻为 the 或者是这个冠词，而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关系子句当中的一个字就是英文的话就是用 who are 什么什么，这就是这样。那我们中文就比较难看不出来，翻译就这个很难看出来。我们就是说他照亮在屋子里所有在屋子里的人就是指向这个一个人称像一个人称的一个代名词一样当然在这里面你就知道冠词跟名词的格数性都必须一致的所以你就能够分辨出来说这样的一个介词短语它到底修饰的是哪一个字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种语法其实在英文里面是常见的英文其实就从希腊文这样过来的，所以它可以基本上按照这个结构来翻译就是基本上按照希腊文的那个原来的结构来把英文表达出来中文的话有点困难。对，好，那这个地方大家没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英语能看懂的话，其实这个希腊文这个本身就不是那么太难理解了，对吧？它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lampe lampe 就是这个照亮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照亮 gives light 然后呢 passing 就是照亮谁，这个它照亮所有的人to all， 然后呢这个 twice 就是 who are， 然后呢 in the okia 就是 in the house 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英文的这个结构，它可以基本上完全按照希腊文原有的表达方式给它就是转写出来那中文不行，中文在这里要倒个装就是它照亮所有的人在屋子里那这样就行，你看就他照亮所有在屋子里的人，这样的话才能够通顺是吧好
OK， 好，大家没什么问题关于这个翻译？没有了哈，好，对，我们第二格变式如果都懂的话，那第三格变式其实就比较容易一点了，是吧？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单词。看完单词之后呢，我给大家再讲一段经文啊，然后来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些这个所有格的翻译啊，然后等等哈这些来解经哈，让大家更多去了解一下啊。好，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单词部分啊。那第三格变式你就是说它的主格、所有格、冠词都得背下来，因为你为什么要背冠词呢？因为你通过冠词才知道它是什么性别啊，你才好去变，对吧？去背主格、所有格。为什么背所有格呢？因为主格它容易跟 sigma 在一块，要么省略，要么缩合，有些时候你看不出来，对吧？但所有格的话，就能一下就看出来它的一个原来的字干是什么啊。所以主格、所有格冠词都得背啊。而且字典呢，如果你查字典的时候，字典它通常就是列所有格的这个字尾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个单词我这个7号打错了的，这个是这上面是个有7号，这个 hagios 哈 ，hagios 是指圣洁的hagios、hagia、hagion。我们背的时候就这3个都把它背下来 ，hagios、hagia、hagion。所以你看，那它的这个字干呢，就是 hagio 或者是 hagia 所以它有2种情况，对吧？都会把它写出来。那它就是这个2第二个变式、第一个变式、第二个变式的变化方式了哈，这是之前的学过的它是形容词圣洁的，它也可以做就是复数的时候做一个名词，就是众圣徒的意思那 hagio 这个词呢，它在转写到英文的时候就是指神圣的意思就是这个 ha 因为它这个有一个7号嘛，对吧？这个 h hagiographa 那它是指圣卷，指圣这些之前圣人写的一些书Hagiolatry 它是指这个圣徒崇拜。Hagia Sophia 这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你们在东北的应该知道这个哈尔滨有一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吧？好接下来一个单词是a 就是 if 这个没啥好 a may if not 这个 may 就是不嘛，对吧？所以就是除非或者是如果不的意思这个也没啥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学过的his 和 mia 对吧？这是一，所以它有2个不同的字感，一个是 hen 一个是 mia 好，所以它的一所以这个 he 呢 hen 这个在英文里面这个它就是有描述这个是一的意思比如这里面讲的Hedi Adis 是不是这样读的不知道。重名法2个名词描述同一件事情Henotheism 一神论monotheism 这个也是 mono 也是这个一好，这个是 his mia one his mia。然后呢是 a day a day 就是现在这个也没什么onoma 就是名字的意思它的这个字干有个套这个 t 容易省略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你背的时候你就是 to onoma 啊，你看到 to 你就知道了啊，它是什么这个词性的是吧 ？to onomatos 啊，你背的时候就这样背 to onomatos 啊，把它的所有格也都背出来啊。那因为所有格它会包括它的这个枝干嘛，对吧？所以这个就你枝干你都不用单独背了，你只要背所有格，枝干就有了，肯定在里面啊。这有个英文一个 onomato 什么 onomatopoeia 啊，拟声字啊 onoma。哎，这个字是不是在日语里面讲到名字的时候也是 onoma？ 我不记得，因为日语的那个名字好像是一个外来词，是不是也是 onoma 哈？好，那接下来一个字呢是udemia 啊，你看这个 mia 又来了，没有一个 no one 嘛啊，是吧 udemia uden 啊，就是指没有一个都没有 no one 啊 no one， 所以这个里面它有这个 n 和 mia 都是说刚才我们讲那个一个嘛哈，还有 ude 就 ude 加上这两个哈，就是 udes 和 udemia 和 uden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得三个都得把它背下来啊，因为它跟那个 mia 跟这个 n hen 啊，它是就是组合到一起的。接下来这就是 pass 了 passa pan 啊，就是每一个意思。如果是复数的话，那就是所有的啊，所以英文里面就要么就是 every， 要么就是 all， 就是这样啊。passa 啊，这个这 pnt 这个词啊，在英文里面就是指多的意思啊。pantheism 啊，这个就是泛神论啊。好，接下来这个是 peri 哈 ，peri 是指 about 哈，就是关于concerning 哈，关于围绕的或怎么 perr 啊，这个指这个围绕的嘛，围绕了一圈哈 ，perimeter 啊就是周长，perr 就是指这个围绕环绕一圈的，环绕一周的啊 ，peri。好，接下来这个是 sarcus 啊 ，sarcus 就是指这个肉体了 ，flesh 啊。它转写成英文啊 ，sarco 啊，这个就是指肌和肉的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或者鸡的这样的一个前缀啊。sarcocarp 啊是指果肉 ，sarcophagus 指食官啊 ，sarcophagus 是指食肉的，跟这个 carnivores 是一样的，食肉的意思，食肉动物啊，都是这个 sarco 啊，所以你背的时候就是 hey sarcos， 把所有个也背下来 ，hey sarcos。接下来一个单词是 soon 啊 soon 就是和什么一起的啊，那它的英文转写就是 syn 大家就知道哈，在这个英文里面它是这个指 syn 就是指同步的一起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 synagogue 啊，会堂啊。这是什么 synchresis 合音哈 synthesis 啊，这个就是指合成嘛，人工合这个反正这个 syn 就是指同步的合成的一起的啊。接下来这个是 soma 你也要是背啊冠词 to somatos 啊 to somatos 它是指身体，所以这个 soma 呢SOMAT 啊，它就是跟人体相关的 ，somatology 就是指这个人体学啊，这个 psychosomatic 啊，这个 soma 啊是指这个身体失调啊
somatic 就指躯体的意思啊 ，somat 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真的讲英文的人啊，他学希腊文真的是先天优势啊，这些单词他都知道，他反推过来就很容易记这些希腊文单词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儿女哈 ，techno 啊，你也是读 techno 啊，是指这个 child 啊。那这个 techno 呢 ，tekno， 它在英文里面就是跟这个子孙后代相关的哈。nomi 哈，这是父子命名法。好，那t 哈，这个是谁哈？这个重音在前面哈，所以它是指 who、what、why 哈，这个。那不加重音的呢，就是指某人某事 something、someone， 就是 anything、anyone 啊。它俩的字根都是长得一样，都是 t 啊，是吧？这刚刚我们讲了，那个表你要把它能辨认就好了哈，不一定要背，但是你要辨认。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要背的单词啊，都在这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一起把单词读一遍，好不好？那你也知道该怎么背它哈，就是说把它的冠词加它的这个主格、单数还有所有格的这个都把它背下来，好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哈。Hagios, Hagia, Hagion， 你就这样读哈 ，Hagios, Hagia, Hagion。A, Eme, Eme。His, Mia, His, Mia。你要是想把它的意思也背下来，就加个 one 哈，就是好 his mia one 哈，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A day， to onomatos， to onomatos。Udes, udemia。Uden, Udes, Udemia, Uden。Pass, Passa, Pan。Pass, Passa, Pan。Perry, Perry。Hey, Sarcus, Sarcos。Hey, Sarcos, Sarcus, Sarcos。Soon, soon。To soma, somatos。To soma, somatos。To techno, techno。To techno。Tis, T。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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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好，怎么样？这一课是不是要简单一点哈？